大家好，我是米奇沃克斯。刚才大家看到的这个片段呢，就是借助于一款滑轨拍摄的，但并不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给大家的。大家看得出来，在我们平时拍摄的时候，除了正常的相机之外，如果想拍出那样平滑的画面呢，真的需要借助一款其他的设备。今天呢，跟大家介绍一款这样的设备。今天给大家展示的是来自于韩国的品牌 Kinova K3 或者说 K3 这么长的一个滑轨，它全长呢大概是80厘米啊，没错，精确的说真的是80厘米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远处的刻度，没错，80厘米。产品包装除了滑轨之外，有一个便携的袋子，2个清洁滑块，用来清洁这个滑轨的还有说明书，还有部分工具。滑轨设计上，在正中间有一个水平仪检测，然后两侧呢各有这样的缺孔，可以搭载2个三脚架。而位于正中间的这个滑块呢，是需要配合额外的云台搭载相机，至少我是这么做的。我们可以通过滑轨中间这个红色的螺旋钮调整阻尼的大小，这样可以调整滑块在滑轨上的移动速度和频率。这款滑轨的主体承重部分呢，竟然可以高达50公斤左右，所以我真的把自己的相机和稳定器同时搭在了上面，确实如他所说，真的承重相当给力。在滑轨的两侧呢，有这样的一个脚架，我们可以轻松的调整出最佳的距离，可以放在很多平面上，大家懂的。而 Kinova K3 这条滑轨的最好的功能呢，需要在户外给大家展示一下。好了，话不多说了，让我们把东西拿到外面试一试。让我穿件衣服先。所以在我们平时拍摄的时候，来到户外之后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左手相机，右手就是 Kinova 的这个移动轨道。然后呢，我包里呢一般会背一个什么样的东西？非常简单，因为这个产品它非常轻盈，所以呢，我可以用这样的一个非常小的脚架呢代替一个底座。给大家看看神奇的功能，我是如何搭建的。OK， 首先呢，我要把这个放在这里，然后大家可以看得到，其实呢，这个包非常的轻盈，就可以拿出来。拿出来之后呢，我会直接拧在这个三脚架上，因为它每个三脚架呢，像这个接口的位置都不太一样，所以大家要看一下。因为我这边演示呢，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三脚架。这个三脚架呢，是用于平时用来摄影用的，所以搭完之后呢，需要的呢是一个这样的云台啊，在这个云台上，因为我们要搭相机嘛，这时候已经可以开始使用了，但是还有一些细节要调整，比如在这里，我先把它搭起来。好，搭好之后呢，调整一下云台的位置，大家可以看到已经可以大概使用，但是呢，这个地方不是很牢靠，所以我要做一个小小的改造，大概这个样子。因为每一个三脚架它的功能是不尽相同的，所以大家在使用的过程中呢，要调整一下。像我这个三脚架的话，是可以撑得更大一些。OK， 这样的话相对来说呢就稳定的多了。最后设置完之后呢，可以把已经设置好的相机直接接在云台上，可以看到是非常牢固的。我们在移动的时候呢，可以发现它其实呢在某一个位置或者某一个点呢，它的机身不是特别稳定，像这样会左晃右晃。第一个呢，这个是三脚架本身不是很结实，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使用那种相对来说特别结实的。接下来呢，就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款产品的一个Kinova一个特别独一无二的这个设计。往往呢，我们会背2个三脚架，因为这个滑轨呢是相对来说较长的，所以会把2个三脚架呢分别支撑在左端跟右端，这样的话相对来说是更加平稳的。所以接下来跟大家演示的就是这样独一无二的这个一个脚架，是专门支撑这个点的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在这边设置呢，可以在这上面直接安装上，这样的话起到一个固定脚架的作用。现在呢，就是在这个位置呢做这个脚架，可以看到在这边呢是可以固定很多这样的三脚架，它是通用的，它不管粗细呢都是可以加入的。加入之后呢，可以看到这边相对来说就更加稳定了。你要做的呢，就是适当调整一下这个位置跟距离，然后把它拧紧，然后还有这个高度在这边调整一下，可以明显的感觉到要比刚才很稳定。一般来说呢，使用这样的2个点呢，可以适合大多数的一个拍摄工作了。但是在这里呢，依旧如果不放心，还可以增加另外一个，形成这样的一个脚架。
可以看到使用起来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的。之后呢，这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支架了。此时呢，我就可以在户外开始拍摄一些画面。接下来大家所看到的画面呢，就是通过这个 Kenova 这个脚架这个滑动的效果，大家不知道看了之后会怎么样。其实配合着这样的滑轨呢，再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搭配，我们可以做到这样，比如像横推，或者说这样上下。同时呢，我们转一下角度之后呢，是可以拍成这样的一个横向的一个方式。所以拍摄方法有很多种，我们真的很需要这样的器械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。对于这样便宜的脚架，你有没有心动呢？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视频的话，不妨订阅和关注一下我的视频频道。我是米奇沃克斯，我们下期再见。